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以眼传情，以魂入戏，程毅的眼神叙事如何让角色活成诗篇？在流量喧嚣的娱乐圈，有人靠颜值登顶，有人凭话题出圈，而程毅却用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将表演化作一场无声的告白。他的演技不靠台词轰炸，不借特效加持，而是以细腻入微的眼神流转，将角色的悲喜揉碎成星辰，洒进观众心底最柔软的角落。若说演员是角色的容器，程毅的表演则是将灵魂注入容器的魔法。在莲花楼中，李莲花从意气风发的李香怡到隐忍淡泊的江湖游医，她的眼神变化堪称一部无声的史诗。面对狄飞升揭露师兄死亡真相时，他的瞳孔从震惊的震颤到质疑的收缩，再到接受现实的苍凉，每一帧都像显微镜下的细胞分裂，将认知颠覆的震撼层层剥开。观众能从他的眼波里读到李香怡的倔强与李莲花的释然在灵魂深处的厮杀。这种眼神叙事在深浅中更显功力。当双面特工云鸿深目睹父亲牺牲时，程毅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而是用眼眶里蓄而不落的泪水、睫毛的轻颤和瞳孔的失焦，将悲痛演绎成一场寂静的海啸。有观众评论，他的眼睛像被击碎的琉璃，裂痕里渗出的是滚烫的人性光辉。程毅的眼神戏之所以动人，源于他对角色的深度共情与极致打磨。拍摄沉香如屑时，为区分应渊、唐周、玄烨三个角色，他设计了3套眼神逻辑。应渊垂眸时睫毛如雪落寒潭，透着神性的疏离；唐周抬眼时眸光清亮如少年剑锋，藏着未经世事的赤诚；玄烨眯眼时眼尾挑起3分邪气，瞳孔深处燃烧着修罗族的野心。这种以眼塑魂的匠心，让观众仅凭一个眼神便能分辨角色身份。更难得的是，他的表演从不流于形式。琉璃中与司凤的80次吐血之所以不显重复，正因每次吐血前的眼神铺垫各不相同，出狱玄机时的羞怯躲闪，历劫时的决绝坚忍，濒死时的眷恋释然。眼波流转间，观众看到的不是美强惨的套路，而是一个凡人用血肉之躯对抗宿命的壮烈。程毅的眼神戏，本质是一场与观众的灵魂共振。在底线中饰演法官周易安时，他通过庭审时的目光聚焦与沉思时的眼神游离，将法律人的理性与人性温度编织成网。有观众感叹，当他凝视证物时，我仿佛能看见正义在天平上跳动；当他看向受害者家属时，我又忍不住跟着红了眼眶。这种共情力甚至穿透屏幕，在现实世界引发连锁反应。莲花楼播出期间，程毅眼神杀登上热搜，无数观众自发剪辑他的演技合集。李莲花得知自己命不久矣时含笑垂眸的淡然，面对故人时欲言又止的躲闪，独坐莲花楼望月时的孤寂，每一个片段都像一封未写完的情书，让观众在弹幕中刷屏他的眼睛会下蛊。这份眼中有戏的功力，绝非天赋异禀的馈赠，而是10年如一日的苦修。早年在1年级毕业季中，他反复对镜练习微表情控制，甚至用筷子训练嘴角弧度之，为不遮挡眼神表达。拍摄《山河月明》时，为贴近少年朱棣的锐气，他每日清晨凝视烛火，直至双目充血，只为让眼神染上征战沙场的锋芒。正是这种近乎偏执的专注，让他的表演褪去技巧的匠气，淬炼出直击人心的纯粹。正如导演高希希评价，程毅的眼睛是镜头下的诗人，能用一瞥一笑写进角色的前世今生。在这个追求3秒抓眼球的速食时代，程毅用眼神构建起一座慢艺术的圣殿。他的表演没有炸裂的嘶吼，却让观众在静默的凝视中听见惊雷，
无需华丽的修辞，却让角色的灵魂在演播里生根发芽。粉丝们常说，程毅的眼睛是星辰坠入人间时摔碎的裂缝，光从那里渗出来，照亮了我们与角色相遇的宇宙。这或许是对演员最高的礼赞。当观众愿意长久驻足于他的眸中世界，便是对真诚最动人的回应。